俄罗斯一票否决联合国决议，乌克兰后悔已晚，民族自决权正在反噬西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今年6月份，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与普京会谈后说了一句话：国家领土的完整性与民族自决权在现行的国际法中存在着矛盾。而俄罗斯最近正在推动乌克兰4州入俄的流程，这见证了国际政治的残酷，也意味着西方国家正在被过去的双标所反噬。前几天，在美国主持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并入4个乌克兰地区的决议，遭到俄罗斯一票否决，10个美西方国家赞成，4个国家弃权，包括印度、巴西、中国和加蓬。与此同时，针对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俄罗斯的发言，俄罗斯方面给予了强硬回击，甚至还提到了符合联合国宪章要求的民族自决权问题。所谓民族自决权，起初是由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其内容大概就是一个地区的主权民族有权决定独立或者加入某个国家。这一概念起初对亚非拉民族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后成了美西方肢解别国的工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科索沃，中俄等国到现在也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因为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国家领土完整性的原则。看到俄罗斯的一票否决，估计美国人感受到了吃苍蝇的味道，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就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整个西方国家都在被美国霸权的后果所反噬。首先，如果没有基辅的颜色革命，就没有2014年的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事件，也就没有乌克兰亲西方政府对俄罗斯族的欺压，也就不存在乌克兰纳粹化的问题，因而也就不会存在后来的特别军事行动。如果乌克兰还是一个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左右摇摆，甚至是左右逢源的国家，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正是西方推进的颜色革命，导致乌克兰彻底欧洲化、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高涨，最终出现了亲俄政府被推翻、亲俄政治势力被迫害和清算，出现了长达8年的对顿巴斯等地区的武力进攻。其次，如果没有肢解南联盟的战争，没有科索沃独立事件，也就不会开这么一个先例，俄罗斯也就不大可能会效仿。国际政治原则就是拳头说了算。塞尔维亚总统说过，在科索沃问题上，西方就不谈领土主权完整，只谈民族自决权；到了乌克兰就只谈领土主权完整，这就是驰名双标。从这次投票也能看出来，西方国家几乎都支持谴责俄罗斯，而其他国家则选择弃权。最后没有北约东扩，没有战略打压，没有对乌克兰不断提升的军事援助力度，就没有乌克兰4州独立的事儿。普京是一个极度注意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导人，而俄罗斯这个国家本身就对西方的军事威胁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西方在历史上曾经数次进攻俄罗斯也是事实，所以北约东扩引发的军事危机，西方又想用军事援助打出一个虚弱的俄罗斯，最终俄罗斯选择并入乌克兰领土来建立新的缓冲区。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俄乌欧3方的灾难，罪魁祸首还是美国。普京在签完乌克兰4州入俄条约之后，还呼吁泽连斯基展开谈判，当然条件不包括这4个州。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收复领土，而西方也只能继续输血。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一场难以结束的鏖战，俄罗斯不会接受失败，乌克兰不会接受失去领土，最终西方也会被严重消耗，甚至被拖下水。从发展趋势看，不排除俄乌冲突有可能变成整个人类的灾难。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
再见。